小妹，别拦我！今天我非得打死这个烂赌的挑袖仔！大哥，你别闹了，我认命了。是张爱文，是我苦了一辈子，被我亲手逼死的妻子。你个混账东西，给我滚出来！艾文，别离开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别走好不好？混账东西！当年我就是被你这副哭求的模样骗了，整整2年，你反反复复辜负我小妹，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你这个烂赌鬼！这会不会不是梦？我难道穿越回来了？血腥味儿，是真的，这一切全都是真的。恭喜宿主重生成功，获得重生大礼包，请尽快开启使用。前世颠沛流离、孤苦终老的遗憾，终于有机会弥补。这一世，我绝不碰赌，我要撑起这个家，护好全家人。前世今日，大舅哥上门痛揍我一顿，艾文心软原谅了我，可我夜里贼心不改，偷走他娘家带来的2只小猪仔换钱赌博，输光还欠下巨债。次日清晨，心力交瘁的艾文悬梁自尽，这是我一辈子挣脱不掉的枷锁。大哥打得对，我就是畜生，我对不起艾文。艾文，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必定洗心革面，再也不碰赌桌。好孩子，是娘没教好这个逆子，你看在我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爱国，你放心，他要是再敢胡闹，我和他爹亲自把艾文送回张家，回头我拿锤子亲手了结这个不争气的东西。大哥，你先回去吧。林子怡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倘若你再踏进赌场半步，我没脸回娘家，干脆直接吊死在屋里。艾文，谢谢你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。大哥，从前是我猪油蒙心，败卖家中粮食赌博，是我混账之极，我在此立誓，往后绝不再做任何糊涂事，拼尽全力善待艾文，撑起这个家。艾文是我们老张家最好的姑娘，相貌品性十里八乡无人能比，还是高中毕业的文化人。当年上门提亲的人踏破门槛，你耍手段骗走她，不知珍惜也就罢了，整日游手好闲，沉迷赌博。我最后信你一回，你但凡再做出半点对不起她的事，不用林家爹娘动手，就算让我蹲大牢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你。艾文，今天先别织了，歇歇眼睛。不织网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吗？总不能一直靠爹娘接济。娘，大嫂，我想和你借点米，家里不借，我这里可没有多余的米借给你。大嫂，我说三子，我们可是普通渔民，每天辛辛苦苦挣一点口实钱，可没有多余的粮食让你去糟蹋。呸！你一脱裤子我就知道你要放什么屁，你拿什么还？这些年你欠我们的多了，你还得完吗？你别走，咱们今天还非得说道说道。老二媳妇儿，你也出来！老爷子留下的那条船，大伯、二伯和爹，咱们3家轮辈出海。这几年轮到我们家出海，哪次不是你大哥、二哥轮着和爹去？你倒好，就在家里坐享其成。出海挣的钱爹分一半，
你大哥二哥分一半，谁不知道爹的那一半都悄悄补贴你了？我没。是，钱没直接塞你手里，给你还不如喂狗，喂狗还能摇尾巴，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这2年吃的喝的靠谁？我亲眼看见娘偷偷给艾文塞钱，我没瞧见的还不知道贴补多少，怕是娘在猪肉浆做工的工钱全填你这窟窿了。你什么你？瞧瞧你们2口子，你长得高大壮实，媳妇儿也养得白白胖胖，难不成是喝西北风长的？再看我们家老小，个个瘦小干瘪，怕是娘在猪肉浆做工的工钱全填你这窟窿了。咱们清苦人家勉强糊口，实在经不起你这么无休止的嬉戏。哟，说2句就不爱听了。当初人人都说你相貌品性10里8乡拔尖，就这点承受力，我可半分没看出什么好品性。闭嘴！说我随便你，你再多说艾文一句试试。怎么，你还想动手打大嫂？乡亲们快来啊！混世魔王林子义要殴打家里长辈，我不活了，你干脆打死我算了。我天天在家累死累活，还要被你这不争气小叔子欺负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！闭上你的臭嘴，不嫌丢人现眼，赶紧跟我回家。娘，我不成器的东西！三嫂，家里没米下锅了，借我1斤米。我二哥，借我。别叫我二哥，我可当不起。秀兰姐，我想……三子啊，姐急着上茅房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三叔公，啥？年纪大了听不见？2年前，我用不光彩手段娶了张爱文，婚后染上毒瘾，偷偷变卖家里物件换赌资，本就贫寒的家雪上加霜。张家大舅哥多次上门闹事，全都没用。说来也算为一点良心，我再混蛋，从没动过艾文1根手指，和家人也从不动手。就算大舅哥几次动手打我，我也从来没有还手。丁，请宿主尽快领取重生大礼包。啊，哥们儿现在也是有金手指的人了。检测到宿主获得重生大礼包，是否打开？是。恭喜宿主获得唯一不可掉落物品海洋之心，是否绑定？是。恭喜宿主绑定上古神器，暂不可用。用不了就用不了吧，反正我怎么也能挣大钱。有大货！大龙蛋！还想跑？终于不用去借米了，这条龙垛能卖不少钱。狗日的强子，别躺着了，快起来！有大买卖。说了多少次了，叫强哥！我操，这么大的龙段！阿义呀，阿义，你小子要发财了！怎么抓到的啊？别废话，赶紧过来帮我抬一下，太重了。洪天，这么大的龙屌，阿义啊，给哥收购呗，哥一定给你一个好价钱。去，阿义家的鱼货都是固定我这里收的，你就不要瞎操心了。这是阿义抓的，又不是他爹出海捕的。阿义啊，哥不诓你，只要你同意，哥现在就去村委会打电话叫镇上的老板卖多少算你的，哥就收你5个点中介费。快悄悄的吧，三儿可是我正经亲戚。三儿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过完场就去打电话。
都是一家人，你就给哥2个点中介费就成。呵，1.7米，172斤，可真不小。你在这等着我，我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。兄弟，龙墩这玩意儿在岸边可是不多见啊。好几年前王家湾有人抓到一条，不过那是在台风天，也比你今天这条小多了。这条鱼到底能卖多少钱呢？三子，我给你找了好几个镇上的大老板，他们马上就到，一会儿价高者得，你就等着发财吧。我们赤岩村归镇海镇管，这里是港口，往来台商多，镇上酒楼饭店遍地。阿强说的老板应该就是各家酒楼经理。这鱼我们酒楼要了，出这个价，这个价。艾文，艾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浑身都湿透了，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我在海边深水大坑里抓到一条大龙道，800块卖给镇海酒楼经理，扣掉给阿强的16块中介费，剩下784都在这儿。快去把湿衣服脱下来，我去烧热水，你进屋擦一擦，这天不方便洗澡。好，钱你先收好。娘一早悄悄送了半袋米，还有几个红薯，我刚熬好红薯粥，你先擦拭，我把粥盛出来晾凉。哎呀，你身上怎么这么多擦伤？我去拿茶油给你涂抹消肿。不碍事，抓鱼时怕弄伤龙舵卖不上价钱，不然抓这条鱼轻轻松松。少吹牛了，忍一下。阿华，对不起，这次我是真的知错了。往后我踏踏实实赚钱，一定让你过上安稳好日子。你快放下，别忙活。要是让大嫂二嫂看见了，少不了背后笑话咱们。渔村风俗向来如此，男人在外不管做工与否，回家只管吃饭，碗筷家务全由女人打理，随便他们怎么笑。我的媳妇儿，我自己心疼。在外人人都怕我这个混世魔王，可我从来没动过艾文一根食指头。这村里不少男人动辄打骂妻子，对比之下，他也算难得安稳。你去哪儿？家里柴火不多了，我去后山砍些柴回来。你今天折腾一天，好好歇着，我去砍柴就行。我不累。能干体贴，苍暖嘴爹，再也不出去赌。若是他能一直这般，该有多好。阿姨，等等我！阿姨，阿姨，等等我！走，咱们去黄渡村耍钱，带上我呗。听说上午你大舅哥都打上门了，你这推着板车，不会是打算把车卖了换赌资吧？走，咱们去黄渡村耍钱，带上我呗。听说上午你大舅哥都打上门了，你这推着板车，不会是打算把车卖了换赌资吧？滚一边去，大山子！我可不是去赌钱的，看清楚这个。难不成你要去劫道？那推板车做什么？蠢货，不会说话就闭嘴！我是去后山砍柴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砍柴多没意思！跟我去黄布翻本，把你昨天输的钱全赢回来。阿玛，草虫仔林子毅又要出去闯祸老子现在都改邪归正了，怎么人人都我要惹事？林子山是三叔公那一房的，比我大1岁，从小也是个惹祸的性子，年少总被我教训。以前我俩天天结伴赌博，
算得上臭味相投。前世艾文自尽后，我远赴省城，说了不去，以后我永远不会再碰赌。你要是再跟我提赌博，别怪我跟你翻脸。啊，行吧，那我去找大志玩。这个点家里女人全都去码头了，娘、大嫂、二嫂肯定去帮忙搬鱼货，艾文应该也去码头接织布渔网的活。三儿呀，码头阿强都传开喽，说你抓了一条好几米长的大龙肚，足足卖了上千块。你可真是咱们林家出人头地的能人。我心里透亮得很。往日里这位二姨看见我都嫌晦气，老远就要绕道走。一听说我手里有现钱，立马换了一副面孔。是啊，阿义，大龙墩十分罕见，常年出海的老船工都难得捞到，能被你遇上，全是妈祖娘娘庇佑。大姨本心不坏，当年我们兄弟分家，家里揭不开锅，她前后接济过我们好几回米面。只可惜从前我烂泥扶不上墙，借的粮食半分都没还给人家。阿义，你如今手头宽裕了，可不能忘了自家人。你阿星哥打算买小木船出海讨生活，还差100块本钱，你看能不能阿公把最大的祖宅分给你们？我们一大家子到现在挤在狭小旧房。前几日你二伯还打算给你3个堂哥批载几地盖新房，你先借钱给我们周转，等手里宽裕立刻就还。三儿，你二姨夫去年帮你几个堂哥盖房，欠了族长300块外债，昨天族长亲自上门催债，我们全家兜里加起来只剩50块，你先匀些钱给我应急，有钱第一时间还给你。阿强说总共只卖了800块，扣掉中介费剩不下多少。这2年家里一穷二白，添置东西结清外债，处处要用钱，实在没有多余钱往外借。大伯二伯当年都有阿公出钱盖新房，就我们守着几十年老旧祖宅，我民不敢来分个好去处。孩子们慢慢长大，也该攒钱盖新房子了。二哥前几日已经看好载几地，就等着去大队交钱批证明。我们一家6口挤1张木板床，夜里翻身都费劲，要借钱盖房也该先紧着我们家。既然每家都有难处，不如每家借100。阿荣、阿成、大伯、二伯、大姨再加我家，加起来刚好700。三儿，咱们都是打断骨头连着根的至亲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。借钱不是不行，只是现在手里拿不出来。等我去黄埔赌场，把前2年输掉的钱全部赢回来，到时候每家借200都没问题。阿义，10赌9输的道理你怎么不懂？千万别再做糊涂事。艾文跟着你苦熬这么多年，这笔钱本该交给他好好过日子。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？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这日子我不活了！林子毅，你这个混蛋，又跑去赌。阿莲，小声点儿，我没去黄埔赌场，只是在后山躲了一下午。艾文，我待会儿还要出门，今晚不回家。明天一早我回来，你配合我演一出戏，就说卖鱼的钱全部输光了。你今天哭得恰到好处，多亏了你。小妹放心，哥这辈子绝不会再碰赌博，
今天这件事，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。今晚你在家陪着嫂子。天都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没事，我徒步去镇上，今晚在天虹宫凑过一晚，明天一早守在供销社门口，碰到村里熟人就对外说钱全输光。这话从我嘴里说出去没人信，旁人传出去，全村人才会当真。再说村里赌徒全都只去黄部，没人往镇上跑，不会有人拆穿我的谎话。万一遇不到同乡，就算碰到了，人家不愿意往外传怎么办？肯定能遇上。镇山叔家每周5都给供销社送猪肉，他媳妇儿外号大喇叭，一丁点小事儿不出半天就能传遍整个村子，根本不用我们刻意去散播。我给你煮几个红薯带上，路上别饿着。嘘，别生火，隔壁大嫂、二嫂耳朵尖，听见动静一定会起疑心。我不饿，哪能空着肚子走远路？我不管他是死是活，有钱拿去赌，没钱还钱。借钱我不指望了，先把前年借我的20斤大米还给我。娘，你别再护着老三。分家这2年，他先后纵从我这儿拿走50斤大米、2筐红薯，还有5块现钱。今天咱们当面说清楚，就算赌桌上剩不下钱，也该先把欠各家的粮食物资还清。娘，您可别再想着替老三兜底，您和爹攒下的养老棺材本，万万不能全贴给他。家里几兄弟，一碗水总得端平。老三这2年从我家借做不少东西，别的我不计较，30斤大米今天必须还我。二姨，前年您借我的是20斤稻谷，不是大米，我不跟您算差价，直接按市价结算。大嫂，50斤大米则算8块5，2筐红薯算1块，我凑整给您15块。二嫂，除了30斤大米，先前拿过你1篮青菜、5个鸡蛋、1碗鱼干，一并算8块，您收下。大伯母、二伯母，我细细团算过，不曾欠过2位分毫。老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，昨天我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想去赌场把往年输掉的钱赢回来，特意跑去镇上赌到半夜，中途幡然醒悟，及时抽身。到头来手里只剩不到100块，我真是混账。往后家里所有钱财都交给艾文保管，我再也不踏赌场半步。老三，其实不必这般。二哥，趁如今手头有余钱，趁早还清闲债，心里踏实。过了今日再想凑齐这笔钱就难了。爹娘，这些年我向各家亲友借过的米钱，我全都记在心里。今日我便挨家挨户上门一一清偿。以前人人躲着走的林子毅，居然把所有旧账全还清了，真浪子回头了。阿姨，我总觉得像在做梦。艾文，从前那个浑浑噩噩、嗜赌败家的林子毅已经死了，站在你眼前的是重活一世全新的我。往后咱们的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红火。艾文，我打算置办一条属于自己的小木船。家里不是有渔船能用吗？那条船是爹和大伯、二伯共用，3天才轮1次出海，每次还要带上大哥、二哥一同出海。遇上大风暴雨封海，1个月出海2回都难，剩余大把时间，我不能白白荒废。你信我，往后我踏踏实实出海捕鱼，拼命挣钱。将来咱们盖宽敞大钻，换大船，再生几个孩子，安稳过日子。好，我信你。月兰，退潮了，一起去滩涂讨海货喽！秀梅、英子、艾文，先放下手里活计，赶海去。阿义，你也跟着去滩潭挖蛤蜊。婶子，
在家闲着无事，跟着大伙去看看。青壮年男人大多去如船、码头做工，只有妇女趁着退潮挖蛤蜊、撬海蛎，补贴家里伙食。年少我常陪母亲赶海，染上赌印后再也没来过。蛤蜊不值钱，商贩不收，只能自家食用。村里妇人只在初一、15大潮才来撬海蛎10倍。今天潮水退得浅，礁石间遍布潮坑。昨日徒手抓到大龙运，心里总盼着再遇上好货。今天真是好运撞上门。来期待一场，本想瞧些海蛎回去煎蛋。这种天然凹坑最容易藏飞大海螺。好家伙，这深坑藏货不少。前世超市冷冻花螺1斤几十块，如今满山鲜活骡子随手拾，1分钱不花，心里说不出满足。九节虾是近海最大对虾，肉质紧实，收购价向来不错。海鲈、黑鲷，今天运气简直逆天！重生之后，赶海捕捞的运气好得离谱。阿姨，你这小子放着蛤蜊不挖，乱跑什么？等等，你这背篓怎么沉得吓人？我的天，这么大一只青蟹，还有满批楼花螺，哪里抓到的大青蟹？这么多花螺，怕是得有10几斤吧？还有好几条大鱼，黑鲷、鲈鱼，难得还有真鲷。这天说变就变，看着实在邪乎。社员们请注意，接上级通知，近期将有台风过境，请更加提前加固房屋，收好鱼。老三，去海边挑2桶海水回来，蛤蜊要泡盐水土沙，今晚就得处理干净。我本想说井里兑水加盐也能用，可这个年代食盐紧缺，娘过日子节俭，宁愿多跑2趟海边，也舍不得浪费一点盐。动作快点，等下还要跟我去码头接你爹和你大哥的渔船，他俩今天出海了。知道了，就知道催我。唉。娘等不及先去码头了，让你换好蓑衣，赶紧过去搭把手。大嫂、二嫂人呢？平日里分好处躲得远远的，码头干活倒想起我。上次卖鱼分钱没我份，借几斤大米还要处处几个，天天说我拖累家里。少说2句，当心屋里人听见。爹娘平日里待咱们不差，就当帮衬爹了。家里总共2副蓑衣，你不去，没人能顶替。
怎么磨蹭到现在才来，一点指望不上。明明是娘打发我去挑海水，我回家放下担子立刻赶过来，反倒全成我的错。可母亲向来嘴硬，我不愿和她硬碰硬争执。听你娘说，你今天赶海收成不错，往后好好踏实干活。你年纪不小，将来要撑起一大家子，千万别再像从前游手好闲、嗜赌败家。三叔，今天渔获不少啊！强子，海上起浪，各家收获成还行。今天马叫市价多少？马叫3毛1斤。三叔，您网了不少马叫，算不上多，就2筐。8浪鱼捞了一大堆。爹，大哥去哪儿了？台风马上登陆，往后几天没法出海。我让你大哥把小船开到镇海港、避风港加固停靠。二哥，下工了。海上风浪突然变大，货船全部停航。我们在镇上码头搬货，今天早早收工。大哥、二哥平日都在镇海港码头装卸货物，一天1块5工钱。只有轮到和爹共用渔船出海，才下海捕鱼。二人勤恳，2位嫂子勤俭，大房二房日子过得宽裕。爷爷奶奶、三叔，大哥林子荣2儿1女，12岁滕丽阳活泼跳脱，9岁林丽月长相文静。前世我落魄时，只有小妹和这个侄女真心待我。6岁滕丽星刚上幼儿园，整日跟在兄长身后乱跑。二哥林子成3儿1女，11岁林春春早早辍学，上山下海贪玩，活像从前的我。9岁林玲夏性格泼辣，从前总跟我拌嘴。7岁林春秋1年级，4岁林玲东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今晚各家不用单独商伙，咱们一大家凑在一起吃饭。剩下杂鱼下锅熬煮，带壳贝类上锅蒸。我再煮一锅红薯丝稀饭，配一碟咸菜下饭。知道了，娘。艾文，蛤蜊先别挖了，咱们赶紧去找阿强把海货卖掉。鱼放久了不新鲜，价钱要大打折扣。说得对，快去快去！娘盼了多少年，我能踏实出力，少让艾文跟着受苦。强子，阿强，喊什么喊？得叫我强哥。可以啊，阿义，这2天手气爆棚，这么多花螺，还有少见的真鲷。乱看什么？小心把你眼睛抠出来！赶紧称重算账。海鲈鱼16斤3毛1斤，真鲷4斤8毛1斤，黑鲷4斤半3毛5一斤，花螺12斤8毛1斤。这批海货一共24块6毛。老三，你岁数不小，该扛起养家的担子。从前你荒唐败家，委屈了你媳妇儿，也拖累一大家人。今天我问你，愿不愿意跟着你2个哥哥轮流上船出海？爹，我愿意。大嫂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，今天这咸鱼盐放太多，咸得齁人。咸鱼盐多难吃，人也一样，太过闲散终究不成事。有些人整日游手好闲，别说下海捕鱼，怕是连家里盐罐放哪儿都不清楚，反倒过得自在省心。大嫂说的实在，如今政策放开，各家单干，肯出力的人家仓里有余粮，塘里有活鱼，就怕有人占着家里田地，从来不下地打理，娶了媳妇儿撑不起门话，往后只能一辈子啃老。吃饭呢，少说2句。这里轮得到你插嘴？当年分家，老三死活不肯出海，爹特意把整块最好的田地分给他，
他踏去过地里一次吗？全靠爹娘帮忙耕种，他坐享其成。我让你去找他商量，把田地让出来，你抹不开脸面。现在倒好，田地占着，渔船还想分一分好处。都是一家人，各退一步，和气吃饭。和气能当饭吃？前几日我晾晒的渔网，不知道哪个懒汉踩出大洞，到现在都没修补。出海少捞多少渔获，我都没找人算账。这话明着冲我来。前几天我确实是不小心踩破渔网，艾文早就跟二嫂说会抽空修补，只是接连抓龙钓，准备防台风，琐事堆在一起耽搁了。自家渔网不放妥当，堆在过道挡路，被踩到反倒怪罪旁人。你怎么不反思自己摆放不当？这2天家里事情一桩接一桩，三嫂日夜操劳，连顿安稳饭都吃不上，哪里有空补网？那渔网等下我去缝，不用你反复念叨。吃顿饭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老三从前混账，终究是林家骨肉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他一家过不下去。这话看似护着我，语气里全是恨铁不成钢的失望。往后再做荒唐事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行了，全都闭嘴吃饭。老三，你要是真心悔改，下次跟着我和老二出海学手艺，渔民的后代不能连打鱼都一窍不通。爹，我一定好好学，往后踏实干活，再也不偷懒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从前他发誓改过多少次，有哪一回兑现？我看顶多新鲜2、3天，过阵子又是全村嫌弃的混世魔王。再说他初学打鱼，只会拖慢整船进度，少捞的渔获损失算谁的？咱们3天才能轮一次船，除去大风暴雨封海，1个月出海没几天，哪里有多余功夫给他练手？说的没错，今天爹和大哥出海挣了40块，带上他说不定连10块都赚不到。还有那块分给他的田地，常年荒着没人打理，不如让出来给大哥阿成耕种，还能多收些粮食补贴各家。属于我的田地，凭什么拱手相让？从前我烧鱼打理，但艾文时常下地照料，半分都没有荒闲。往后地里农活我自己扛，不用爹娘费心，你们也别再惦记。渔船是阿公留下的祖产，我也是林家孙子，本就该有我一份。别当我看不明白你们的心思，平日里嫌弃我懒，怪我不肯出海，如今我真心想要上船，又怕我分走渔获钱财。好话歹话全都由你们说，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？你大声嚷嚷什么？还嫌家里不够乱？这么多年，你跟我们保证无数次，渔船先不急着上，明天去码头搬货磨练心性，坐下吃饭。赶紧把窗户扣牢，大雨马上就要落下来了。任凭风浪再凶，旁人再嘲讽，这一世我必定牢牢撑起这个家，护好艾文，护好家人。所有轻视我、看低我的人，我定要让他们亲眼见证，我林子毅能活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别胡思乱想，我信你，一定能改好的。林家老宅是全村最老旧的土坯房，每逢台风暴雨，全屋四处漏雨，早已是常态。这么多年，一家人从来没能在暴雨夜里睡上一顿安稳觉。你今天忙活了一整天，又是赶海又是干活，就在这里歇歇。我去堂屋长条凳上凑合一晚就好。我身强力壮，去堂屋板凳上睡就行。你身子单薄，最怕沾潮气，万一受凉生病就不好了。艾文，外头天晴退潮了，收拾下跟我去滩涂讨海。台风刚过就去海边，风浪还没彻底稳下来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太阳都出来了，海上风浪小了大半，正好赶上难得的退大潮，机会难得。
你整日织网也挣不了几个小钱，不如跟我去滩涂碰碰运气。三叔，带我们一起去赶海。三婶，我也想去捡贝壳抓小螃蟹。赶什么海？台风刚过就往海边跑，不怕残留大浪把你们卷走？全都给我滚回院子里待着，不许乱跑！一个个皮痒了是不是？赶紧回家待着，谁都不许出门。真是穷疯了，命都不要！台风刚过就往海边钻，早晚被海浪卷走，白费力气。阿志，你快看！前世我终日沉迷赌博，浑浑噩噩，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的妻子。她生得清秀温柔，这般鲜活烂漫的模样，我竟从未好好珍藏。那边有鱼，好大一条！这条青条鱼够大了，晚上正好煮一锅酸辣鱼片汤，改善下伙食。天色不太好，我们早点回去吧，免得又起风浪。再去礁石区转最后一圈，没货我们立刻返程。是宏观，看这出手的粗细，个头绝对不小。你什么时候随身带的麻袋啊？我都没注意。出门前顺手揣上的，现在只要去海边，我身上都会备上2个麻袋，有备无患。一天不带，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是石蚌鱼！石斑鱼，这鱼是不是特别值钱？不是石斑，本地人叫石蚌鱼、黄翅仔，学名星点笛鳃，分白星、蓝点2类，通体褐红，鱼鳍金黄，是鲷鱼里最金贵的品种。这下咱们真发财了！艾文从小在山里长大，嫁来渔村2年，只挖蛤蜊，根本不懂名贵海货的价钱。这鱼1斤能卖多少钱？镇上酒楼最少收6到7块，品相好的价格还能往上抬。这么多鱼，那岂不是能换好几百块？没错，先把坑里的水舀浅，抓鱼省事。下次赶海一定要随身带捞网，徒手抓实在费劲。这种鱼都是成群扎堆，应该是淘风大浪把鱼群卷搁浅了。附近礁石坑说不定还有，咱们分开分头找找。阿姨，快过来，这边又有一大群石蚌鱼。阿姨，咱们直接送去镇上酒楼吧，别在村口码头转手。就去镇海酒楼，酒楼收购价比小贩高很多，还能少让村里人看见。大嫂、二嫂整日算计我们，一旦知道捞到大笔值钱海货，必定上门借钱索要，财不露白才稳妥。往常去镇上最快坐渡船，可台风过境，海面风浪未平息，渡船全部停航，只能走红松林旁桃源小路，绕经黄柱村，步行长途赶路。宝月，于经理，
于经理，于经理，你是哪位？于经理，我是赤云村小林。前几天那条几米长的大龙肚就是我送到您店里的。原来是你，今天专程过来是有什么好货？今早台风退潮赶海，捞到一批上等海货，想着您酒楼需求量大，先拿来给您瞧瞧。若是不合心意，我再另找销路。你这小子有心，拿过来我看看，又收获什么稀罕货了？黄痴仔，你这运气真是难得，这批鱼我全部收下。桶底下还有几只青蟹香螺，一并算价钱给您。44条18鱼，按8块1斤收购，加上青蟹、各类螺类。小林，往后再捕到上等海鱼、名贵海鲜，直接送来酒楼，我给你的收购价，码头小贩绝对比不上。好嘞，于经理，下次有货我第一时间送过来。趁现在还没涨潮，咱们进红树林捡点小东西。要是两手空空回家，大嫂二嫂肯定心生怀疑，到处打听我们的收获。行，我实在不想再看他们阴阳怪气、挖苦人的模样。别白费力气，本地叫家仆，肉少没有滋味，收购点不收，不值当捡拾。这是红树群，红树林遍地都是，码头才2分钱1斤，不值钱，但白灼之后肉质鲜嫩，模样像荔枝，味道不错。咱们捡一些回家加餐。够家里吃就行，不用再多捡。咱们往前走走，看看还有别的海味。潮水涨上来了，咱们回家吧。这3只青蟹单独留着以后卖掉，剩下的螺蚬分一部分给娘。大哥二哥2家也匀一点，家里人多，咱们自己也吃不完。土钻本地人叫新丁，学名可口蛤囊星虫，是红树林特有海产，熬成寻丁冻，晶莹滑嫩，鲜甜爽口，是咱们渔村独有的吃食。我可不要树丁，清洗起来太麻烦了，娘拿去做树丁冻吧。是啊，娘，还是你做的树丁冻最好吃。娘，给你这条黑挑，拿去清蒸吧。航天我也都拿过去，晚上给你们做航天冻，明天早上配饭吃。阿姨，以后我们都可以拿海鲜白灼沾着这个料汁吃，又省事还省调料。艾文，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咱们不用在吃食上结社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他以前可没有这么亲密的动作，怎么看着他还有点帅了呢？你干嘛？自打重生以来，每天都收获不断，一定是这海洋之心的缘故。大龙肚、石斑鱼，多少人一辈子都遇不到的顶级海货，我都接连碰上了，一定和这海洋之心有关。有货！鱼身修长侧扁，布满红斑，背部中间一块明显的黑斑，红斑鱼，这是鱼王啊！拎着这么大一条红斑，我都想现在就去镇上卖鱼了。不过现在去人家也没开门，不如再多转转，万一还能淘点值钱的货。猫眼螺收了，石头蟹拿来吧你，虾菇、皮皮虾跟我走。
红膏蟹，不错不错。鹦鹉嘴、斑马参、梅花鹿尾、三刀鱼啊！我真是妈祖保佑！幸好带了2个水桶，真是聪明如我。一条，2条，12条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这就去镇上卖鱼。红斑鱼王加上12条三刀鱼，这一趟怕是能卖出好价钱了。哈哈哈哈！小林，今天又带什么上等海货过来了？于经理，今早赶海运气好，抓到1条大红斑，还有10几条三刀鱼。你这后生运气真是逆天！红斑、三刀都是酒楼最抢手的上等货，全是难得的鱼中珍品。全托您的福气，我天不亮就往礁石滩跑，专门想着捞好货供给您店里，果真撞上大雨。全要了。大红斑8斤6两，9元1斤，77块4。12条三刀鱼共25斤，9块5一斤，237块5，外加2条海鲈、螺蟹、杂鱼一并结算。本来打算低调回村，偏偏碰上江振山的儿子江少华推着猪肉车送货，清清楚楚看见于经理给我一大碟10元大联合。江家人嘴快，不出半日，全村都会知道我卖鱼赚了大钱。往后我要长期捕鱼挣钱，这事儿迟早藏不住，没必要刻意遮掩。爹，听艾文说你一早去赶海了。捞到1条红斑，还有几条三刀鱼。你说什么？海红包还有三刀鱼？爹大半辈子出海，只远远见过红斑、三刀鱼，早年渔业大队才碰到过。从前烂泥扶不上墙的我，一上午抓到2种名贵鱼，他一时接受不了。鱼在哪儿？拿出来我瞧瞧。已经卖给镇上酒楼了。卖了也好，卖了也好，一共卖了340块。红斑、三刀，再加2条海鲈和一堆杂螺杂鱼。你们夫妻俩一起过来，是有什么事要说？爹，我想置办1条2手小木船，特地来请您帮忙打听靠谱的货源。阿义，沙梁村有个早年跟我一起跑大船的老兄弟，家里1条8米长木船，前些年合伙换了拖网大船，这条小船一直闲置。前2天码头偶遇，他还托我帮忙找买家，我专程过去问过，船还没卖，暂时借给他大舅哥出海，过2天就开回来。到时候我们父子一同过去验船。爹，这条船大概要多少钱？之前对外开价230块，我今天上门细谈，乡里乡亲诚心买，220块就能成交。这价格刚好在我承受范围内，辛苦爹了。阿义，我刚在江振山家里帮工，听见他儿子说你去镇上酒楼卖鱼，一下子赚300多块，这话是真的？今早赶海捞的什么鱼能卖这么贵？娘，今早抓到1条大红斑，10几条三刀鱼，搭配杂鱼螺类，在镇海酒楼一共卖了340块。真是妈祖庇佑，老天总算开眼。钱全都交给你媳妇儿收好没？娘，一分不少都在我这儿保管着。阿姨打算买1条小木船，爹刚去沙梁村问好了货源，过2天船开回来，我们一起去看船。买也好，有钱置办自家船，往后出海不用看人脸色。外头刚下过大雨，风浪还没平息，别再去赶海。你今早奔波一上午，躺下歇一会儿。手里这张网织完，别再接外人代工换小钱。我们多做几排地笼，再织2张手抛网备用。我现在去村里供销社采购织网、扎地笼的材料。等等，你还没拿钱。瞧我高兴的都糊涂了。
往后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有盼头。阿姨呀，你今天可是不得了啊！听说你捕了好多红斑鱼啊，卖了好多钱是吧？是吧？不对，是抓了好多三刀鱼，说是卖了好几百，在哪里抓到的？给大家说说，说不定我们也能抓到的呀！阿姨呀，一下卖了这么多钱，要不要做个会啊？1个月5块钱。阿姨，你三叔想着买条小木船。我在村里从没受过这待遇，以前他们看到我都是有多远躲多远。婶子们，听我说，我是抓鱼卖了300块钱，已经确定要买一条小木船了。这不是来商店买材料做地笼、渔网了，所以我也没钱了。在海边抓的，但我建议你们现在别去，下雨，浪也大，太危险了。娘想到你要买新船了，就来问你要放地笼、抛网还是延绳钓。我说你去买材料了，娘便拉着爹要等你回来一起做。爹娘，延绳钓一个人不好操作，我想做几排地笼。行。王处吉、王顺根家的老大和王顺和家的老二到礁石区那边讨海，被浪卷到海里去了。哎呀，浪那么大，还下着雨，怎么想的还去讨海？早上阿义不是讨海抓到红斑和3刀鱼了吗？这些人都眼红的不行，说是礁石区肯定还有大货，还有好几个跟着一起去的。其他人看见浪大就没敢凑上前去，看见他们俩被浪卷到海里了。你姐夫也跟着去海边了，他说王顺根的媳妇一直在那儿哭骂阿义，说要不是阿义抓了红斑，他儿子就不会死。我就是怕那2家人找不到儿子，把怨气撒到阿义身上来找麻烦。去他娘的老妖妇，这也能怪到我们？自己贪，大浪天气去讨海，发生意外还能怨别人？他家人要是走在路上摔死了，还能怨别人走路吗？这也能牵扯到他身上。也是我自己瞎操心，多半也不会上门来寻麻烦。再加上阿义这名声在外的，他们估计也不敢上门。看来自己这个恶名还有点用处。艾文，你先去煮饭，我去猪肉江家里看看买点卤肉。今天咱们赚了钱，船也有了下落。我去给你拿钱。哈哈，今天是高兴，好好喝几杯。喝，一天就知道找理由的喝酒，喝上还没个够。今天高兴吗？老三也马上要买船了。不是还没买到吗？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兄弟，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儿抓到的红斑？爹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艾文，我一定好好赚钱，好好对你，将来咱们生一堆孩子，过幸福的生活。我相信你。我真是太强了。阿义，早就出来了，挖了多少了？大哥，睡不着了就出来了，挖了有1桶了。阿义啊，昨天的红斑和3刀鱼是从礁石那边抓的吧？今天没去那边。大嫂，心里有点发毛，没敢过去。海边人还忌讳这个？走吧，我和你大哥和你一起去，咱们去你昨天去的地方碰碰运气，没准还能抓到大货呢。我不过去了，大嫂，我就在这边挖挖蛤蜊就行了。我昨天就在中间最高的那块胶片的水坑抓到红斑和3刀鱼，你们想去就自己过去吧。我和你大哥去碰碰运气。
好累，胳膊都酸了，差不多也够一碗了。回去拿米酒一炖，鲜美。嫂子，等阿义回来，你和他说一声来我家。听说阿义赚了不少钱，我们一起给他庆祝庆祝。你们先回去，等他回来我和他说，明天来我家里喝酒。今天抓到什么啦？蛤蜊和跳跳鱼，你带去一起吃吧。嫂子真是通情达理，你还有没嫁人的姐妹没有？给我介绍一个吧。那可不，我媳妇儿最好了。快别皮了，小心我一会儿反悔哈。昨天我和大山子抓了一只豹猫，2条大无风蛇，咱们今天炖一锅，来个龙虎斗。卧槽，胖子，你从哪儿来的鸡？不是从我邻居家抓的吧？本大爷想吃鸡还用偷？太好了，从龙虎斗变成了龙凤虎会。是龙虎凤鲲蛤蜊汤，我这里还有跳跳鱼和蛤蜊，正好一锅烩了。什么龙虎凤鲲蛤蜊汤？好酒配好菜，我从我大伯家里拿的海马酒，咱们今天好好喝一顿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归。来来来，胖子给做饭，咱们先打牌。凭啥老子就要伺候你们？老子也要打牌。嘿嘿，我擦，胖子，我也想去做饭，可你敢吃吗？胖爷，你先去把调料什么的都放好，再来玩。一会儿我们轮流去看着火。哇，阿义转性了，牌都不玩了。我可是做出牺牲了，要不你们谁来伺候胖子？那还是你来吧，我们可伺候不了胖子。阿杰发牌，别跟上把似的，把河牌当虎牌递错。先垫垫肚子。地对，2张2点，这下你们都得输。2424，我操，真是24啊！至尊包。又是河牌，早知道早上拉完屎该洗洗手，手气差到家。我这牌也悬，除非大山子是散牌。03配24，是至尊宝，比天队还大。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上次我摸这牌还是3年前呢。庄家通吃，拿钱拿钱。玩的太小了，浪费了我这么好的牌。再来一局，这把我要做庄。再来就再来，老子要把你们裤衩子都赢过来。等等摸牌，加老子一个。哟，胖爷来了，辛苦了，胖爷，快上座。开牌开牌，我给发牌。哈哈，老子这把双人，我就不信你们还有至尊宝。妈的，老子双梅白抓了，双梅都被吃了。我这把是地高9，不可可了。我操，老子这把双鹅啊，狗日的疯子！哈哈哈，看来还是胖爷我手顺啊，老子第一把就是地对啊，刚好杀你的双人。塞林木，林北地对被猴王抓，双人又被地对杀，不玩了。好香啊！可以吃了吗？早上就1碗稀饭，撒泡尿就没了。能给我天天吃这个，给个皇帝也不换啊！跳跳鱼是阿义今天上午抓的吗？好久没吃过了。阿义这2天可是天天去讨海啊，又是大红斑又是3刀鱼的。我娘今天早上还骂我呢，说阿义都勤快的干活了，你怎么还是懒骨头一个？再不好好干活，家都要散了。明天可是15，你们要不要去讨海啊？就算抓不了大货，也能弄2碗吃的。好啊，反正我也没事干。不去，明天海边的人肯定多，不如在家好好睡一觉。要不我们明天去孤岛上讨海？
我爹和我大哥明天去县城办事，咱们一起开着我家的船去。去孤岛好，人少，东西也多，有船的人看不上，没船的人去不了。哎，我去不了，明天我得去镇上给供销社送鸡蛋和木屐。我也去不了，我明天要和我媳妇儿回一趟她家，我老丈人生病了，回去看看。这该死的生物钟！阿姨，这么早就起了？你再躺会儿，我去做早饭。不用，我去做吧，你再睡一会儿。这2天我老是感觉睡不够。那你就多睡会儿，不着急起床。就算把船停在水里，也没人能爬上去啊！万一摔下去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岛看着近，根本上不去，换地方。这烂泥能陷到大腿根儿，别说赶海了，人下去都得费劲往外拔拔。你们看，那不是还有个岛吗？就是这儿。这个岛看着不大，大家各自活动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天，成片成片的生蚝，吃到爽啊！鲜啊！枪炒护马，珍珠，还是生蚝珍珠。嗨，醒醒了，看看我手里的是什么？干啥呀，阿姨？珍珠！卧槽，阿姨，你从哪里搞到的？不会是你开出来的吧？你捡到珍珠贝了？哦啊！我刚刚从生蚝里挖出来的，在小岛南边的礁石上。那边大的生蚝已经被我挖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可以再去东边和北面的礁石上看看。哥们儿，够意思吧？我也想过把这个消息独吞了，下次自己单独来。但这样的想法只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下，就被我摒弃了。自己重活一次，又有系统傍身，肯定可以赚大钱，何苦去瞒着兄弟们赚着让我良心过不去的钱？阿义，仁义啊！好兄弟，阿义，一起吧！我和你去东边，大志和疯子去北边。好。
阿义，有大货？还不知道。我操，是一只青蟹王！天啊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青蟹呢！咦，我也发现了，呵呵，我去，怎么是石头蟹？好小啊！哈哈，他都不嫌你穷，你就别嫌他小了。大龙虾。中华锦绣龙虾，好大，有4、5斤了。要不是穷，我一定要尝尝什么滋味。这么大的龙虾，你这运气真是逆天了，阿义。这是中华锦绣龙虾吧？这个1斤至少得5块钱了吧？送到阿强那里大概就这个价，要是送到镇上的酒楼里就不好说了。值钱的就1只青蟹，2只兰花蟹，和你一比，简直弱爆了啊！郑浩同志还需要好好努力啊！阿义啊，你小子有点不够意思啊！收到好货怎么都卖到镇上了？怕哥哥我出不起价？强哥，以后兄弟的好货都卖给你，就是这价格嘛。强哥办事你放心，别人能出多少，我也能出多少。好，强哥爽快。前2天镇海酒楼给了我一份他们各种海鲜的收购价，强哥比他们低上个几分钱就可以了。瞎话，谁不会说？阿义啊，各有各的赚钱门路。镇海酒楼赚的是有钱老板的大钱，所以他们出价出得高。放心，哥哥肯定给你个高价。你这几只青蟹，哥给你1只2块，还有个这么大的，这个大的哥给你5块。这几只梭蟹有点小了，1斤2毛，对虾1块2，白獾1只3毛。你这些黄婆鸡都不够1斤，哥给你1毛3一斤。哥给的价格真的不低了，5斤2两。阿姨啊，哥哥也不蒙你。这个龙虾也不常见，也没个固定的收货价，哥给你1斤按6块，有可能还要亏钱呢。强哥，看你吃的大肚子圆滚滚的，谁亏你也亏不了啊！这只龙虾要是去镇上的酒楼卖，最少能卖50块钱，你这一转手就是将近20块钱啊！哪里能卖这么多？算了，阿姨，哥赌一把，给你35。阿姨，你回来了。2个手抛网我和娘已经织好了，我现在正在织地笼网，等船买回来，你就可以出去打鱼了。你先去擦拭一下，饭在锅里热着，我这就去端。我讨海挖回来6麻袋生蚝，要不要先蒸一盘？蒸一盘吧。怎么挖了那么多？一会儿我去给娘和大嫂2送点。别，你先看看这些。这么多啊！珍珠，你从生蚝里开出来的？吃完饭，咱俩先把这些生蚝开了。要不咱晚上再开，声音小一点，就不怕大嫂2嫂发现了。耗子、疯子、大志也一人挖了1麻袋，下午肯定要过来问。咱们先挖吧，别被打个措手不及。那就不要蒸生蚝了，咱们抓紧先。阿姨，哎呀，你干嘛？脑子里净想些什么？先干正事，晚上再说。好，先挖珍珠，晚上再干正事。老婆的手气很旺啊。艾文，你看我这颗，这颗真大，真漂亮。给你留着，看看能不能再开出这么大的一个，给你做一对耳坠子。我天天干活的，戴这个干嘛？还是卖了钱的好。留着以后更值钱。
先别说了，赶紧挖。他们要问，就说咱们之前一共挖出了这3颗。真有你的。我去把这些空壳扔了。哟，这么多的蚝肉啊！这是准备晒蚝干啦？二嫂，阿姨上午挖了点生蚝回来，晒干了以后煲汤放一点，鲜甜的很。你二哥最爱吃这个了。等晒干了，你和大嫂还有娘一人拿点回去煲汤喝。好，你这2天织网忙，我给看着，别发霉了。不要二嫂面前开玩笑。阿姨，你开出来几颗？我和耗子一人开出来3颗，大致出来5颗。开出来什么啊，阿峰？生蚝珍珠啊！我们今天早上到孤岛上去讨海，挖了好多生蚝，里面能开出来珍珠，还是阿义告诉我们的。他直接在岛上就开了1颗。我去拿撬刀。呀，我挖到一个大锁。先挖吧，一会儿再看。哇，我又挖到一个，还是粉色的。我也开到一个。我说嘛，前面开不出珍珠，原来都在这袋里了。艾文，你先收拾，我把撬刀拿回去再来帮你。大嫂，先等等。怎么了，阿义？是不是忘了点啥？什么东西？啊！浩总，我来把生蚝壳扔到海里去。艾文，看看锅里的蚝油熬好了没？熬好了，给娘他们盛一点。我是说，你一会儿回屋拿个盆子，让艾文给你从锅里盛点蚝油。别生气了，艾文。哼，他王秀梅还一直嫌弃你，可你以前就算再混账，也没有偷拿他家的1针针1线。如今他好，咱们一点损失也没有，就把他坏暴露出来了。咱们以后就从他这里吃不了大亏了。快把咱们的珍珠都拿出来，给我媳妇儿打对耳坠子。我不要，可不带这个，还怕被人抢了去呢。我不生气了，你快别说了，喏，给你。不要。晚上再说，我先去织地笼网，要不等我们的船回来了，你只能费力的用手抛网捕鱼。那我也不睡了，现在有4点了，海水已经开始退了，我去海边碰碰运气。水都没过胸口了，就下去讨海，也不怕被浪卷走。嘉旺叔，今天没去码头做工。阿姨啊，
这不是见你这几天讨海收获都很好，也想来碰碰运气。上午就这边抓了一条老虎斑，卖了5块钱，顶我去码头上3天工了。要是天天能有这收获，谁还愿意去码头上扛麻袋啊？关键也不可能天天撞大运啊。今天大潮，我也休了个工，想着来碰碰运气，结果上午啥值钱的货也没抓到，下午要是再抓不到货，可要被婆娘骂喽。叔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前面看看。唉，要是有人收招菊蟹就好了。兰花蟹可以，赤甲红不错不错。我给它取名瞭望台。环顾1周后，我脑子里标记了3处好地方。是因为离这里大概10米远，有一个人正在礁石壁上挖贝。哈哈，还真被老子瞎猫撞上死耗子了。19公也不错，回去不烫汤。一网下去，又是一条，开心。狗鲨肉质紧实细嫩，桶里的8条加起来得有40多斤了，也能卖个好价钱。成衣啊，又是条值钱大货。天色不早了，估计今天出海的爹和二哥已经回来了。我怎么就不多带几个麻袋呢？只能先藏在礁石缝中了。妈呀，青衣，好大一条青衣呀！阿姨，你这是刚抓了一条青衣吗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哎呀，阿姨这几天的运气真是好啊，又是龙当海反段3刀鱼，又生蚝珍珠，今天又抓了青衣，怕是要不了多久都能攒钱自己买条船了吧？娘，咱们快去收购点吧，一会儿我爹和二哥该回来了。阿姨啊，阿姨，我看你真是妈祖的干儿子啊！这么大一条青衣都能被你讨海抓到，赶紧上秤！月兰啊，这是你家老三吧？
早就听说你家老三浪子回头后运气好的不得了，今天一见果然如此啊！我这开船打了1天的鱼，才卖了8块钱，你们这一条青衣就能顶得上我出海67天了。我都想把船卖了也去讨海了。二哥说的哪里话，还是有船的好，出去一趟就能赚钱。我们这只靠讨海的怎么行？运气好能卖点钱，运气不好就只能混口吃的。青衣26斤2两，1斤。强哥，好好报价啊，不要坑兄弟。阿义啊，哥怎么能坑你呢？这条青衣哥给你按3块5一斤，1斤就挣你1毛钱。强哥，你这不实在啊，我还是去镇海楼吧。兄弟，哥给你3块6、3块7，不，3块8，这已经是哥哥的底价了。强哥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最相信你了，你说几块就几块。啊，你这背篓里是什么？卧槽，卧槽，还有这么多狗砂！黄瓜鱼，娘，那不是凤和阿成吗？终于不，这拖卸下。二哥，是昨天本该轮到你，但是前天晚上来找说你昨天有事儿，咱们2个临时对调一下。既然已经换了，那我打上来的鱼自然是我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老三，要不是捕到那么多的大黄鱼，那些大黄鱼本来就该是我捕到的，所以卖的钱理应分我一半。就是这么多年，村子里谁不知道开河的海运就是比老三强？我们家出海捕到的鱼也一直是3兄弟里最多的。你们这次能那么多的大黄鱼，就是借了我们的海运，只和你们要一半的钱，都是让你们占便宜了，还要点脸不了？什么叫借了你们的海运？咱们也捕了那么多年鱼了，你们有捕到过那么好大黄鱼吗？换日子出海是你们主动要换，现在赚不就不干了，把别人当傻子吗？今天我话就放这儿了，你们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就是二伯，阿公当时可是立下规矩的，我爸和大伯、二伯你们各自出海，谁捕到的渔获就是谁的，旁人不准眼红。这些年来，咱们3家之间也难免有事需要换下出海。那去年大伯有事和你换出海，你捕了1条大鱼，也没见给大伯呀。滚一边去！我和你爹说话，轮得上你插嘴吗？我家的钱，我咋就不能说了？这大黄鱼是我和我爹一起打的，咱们早就分家多少年了，规矩也早就定下了。如今你们不守规矩，上门强行要分我的钱，还不准我说话了？不分，1分也没有！我辛辛苦苦出海捕到的鱼，凭什么分给你？好，这是你说的，不要怪我不顾兄弟情面。哼！呸！真不要脸，还借了他家的海运，什么玩意儿？不管他，反正钱在我们手上，还能被他抢了去？要不今天大家都别上工去，建英嫂子的娘家可不好惹。是王老七一家可是啥事儿也干得出来。阿姨，这儿呢，娘。这个棺材子，刚才吵架的时候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屋门口看着呢，娘。放心，一旦打起来，绝对马上就能支援到。您说哪儿，我打哪儿。去，谁让你动手了？一会儿就在家待着吧。要是他们人敢来造次，别管是谁，都给我狠狠地打出去。收到，娘。打架咱家可不怕任何人。阿荣、阿成出来了。怎么，二哥，你带着这么大一群人来弟弟家，是要打算明抢了？我这里这么多人，到时候万一拿多了，或者是碰坏了什么，就不管保证了。林老二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家老三没有你这样的兄弟，见钱眼开，是你自己巴巴的上门要和我们换出海日子。一直以来就是谁出海收获归谁，风险也自己承担。怎么见我们赚了钱了就要分一杯羹？这要是遇到意外了，你要不要替别人去死啊？杜月兰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开河怎么也是哥哥，有你这么和哥哥说话的吗？没教养。哟，李翠花，
你们自己不要脸，还不让人说了？哪有这样不要脸的哥哥呀？还要明抢亲兄弟的辛苦钱，就应该让边防队把你们都抓起来枪毙了！亲家，咱们上！他临开湖不给钱，咱们就搬东西，把他家里的东西都搬走。慢着，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二伯了。至于其他人，你们再往前走一步试试。阿姨，怎么，你非要护着你爹？二伯知道你爹对你并不公平，昨天分钱也没你的份儿。二伯，我不护着我爹，我还护着你啊？我爹对我怎么样，不用别人来告诉我。我爹的钱就是我的钱，谁要抢我的钱，那就是我的敌人。那就别怪我们以多欺少了，杀！我错了，我不敢了。要不是收着力，你们早就见了阎王。二伯，别费劲儿了，快把那边的10个废物送到家里吧。地上凉，别一会儿拉稀拉到我家院子里，我可是要让他们给我舔干净的。毫发无伤，衣服上连一片脏都没有，快把人扶起来！走，现在潮水还没涨起来。阿姨，你身手这么好，那以前我哥打你，你都不还手的？那是你哥哥，我怎么能下得去手？那今天二伯和堂哥他们……那不一样，要是你哥伤害你，我保准打得他生活不能自理。但以前是我混账，我怎么能还手？今天怎么还要讨海啊？家里啥事儿也没有，二伯一家和老王家今天绝对不敢上门，而且咱们还占理。我听你的。怎么了？这么温柔，被我的王霸之气征服了？嗷！少得意了，你再厉害还不得听我？看来今天注定我要发财啊！一条老虎斑在追青石斑，再近一点，就现在！起！又是20多块到手。艾文，我回来啦！是2条石斑鱼，一条青石斑，一条老虎斑，你看，真有你的。我发现你最近的运气特别好。坛菜，这个看着不是紫菜吗？我见你还打了海水养着。那可不是普通紫菜，它叫野生坛紫菜，可不便宜，湿的卖1斤也有好几块。一会儿咱们推着板车直接送到镇上卖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渔船回来了，等赚够3000块，咱就换大船，再赚钱就换大处，再换更大的船。先赚够3000块再说吧，好高骛远。相信你老公，很快就会让你数钱数到手抽筋的。抽筋我也愿意，咱们走吧。这就走吧，早点去，早点回来。小林啊，今天带来什么好东西了？1条老虎帮，1条青石棒，还有几麻袋。于经理，您看一下，这是紫檀菜。小伙子有胆识，一般你这么大的小伙子可不愿意去采檀菜啊。坛菜4块5一斤，362斤；老虎斑3块1斤，6斤3斤，一共1658块。这是重生以来赚到的最多一笔钱了。以后有好东西尽管往过送。
怀里揣着一笔巨款，看着旁边自己的男人，心里安全无比。畅快。再来一碗。别闹！艾文，阿义，娘，我们在卧房。大阿公、六叔、大伯、二伯、爹，哼，我可当不起你的二伯。好了，现在人都到齐了，开山委托我来调解这个事儿，你们要是还信得过我这把老骨头的话，就听我的。咱们林家的事儿用不着他王家掺和。事情的经过我大致了解了，你们3个孩子受的伤是咎由取。话没错，但是林子义出手也太重了。阿义，你有什么说的？大阿公，当时一共10个人围着我打，我如果出手不重，可能那天卧床我已经留手了，否则他们几个绝对出不了我家这门。好，你们11个人上门受多重伤也是自找的。开湖，你没什么损失，这件事就这样了，可以吗？我听大伯的。那这件事就这样接过了。接下来说船的诉求，但我不肯和老三再合这条船了。开山、开湖，你们2个是什么意见？既然老二和老三有了分歧，那我们3个也不用合这条船了，索性卖了钱，3人平分，或者由一方接手，给另外2家钱。大伯，我都可以。接下来有3种方案：一是取3个价格的平均值；2是抓阄；3是你们再讨论确定范围，重新报价。不愧是当书记的，考虑的就是周全。我选第1种，我选第3种，我也选第3种。接下来你们3个开始报价，认真考虑好。这次报了价格，如果满足条件的话呢，是多少就是多少了，不能反悔。老大想卖船，老二想要船，老三什么意思还没猜透，只能赌老三还是出2200、2300，老二肯定会出低价，老三要是出2200，这个价就取我俩平均支。老大想卖船，肯定出高价，老三估计随大范出2200，我出1810，越低越好。大伯想卖，二伯想买，爹，你得往上写。2440块，老三不出高点儿，这条船就归老二了。开山2300块，开河1810块，开湖2440块。开河的报价与开山相差超过100块，不满足条件。根据规则，二者相差140块，不满足2个报价差不到100块的条件。那就这样定了。开湖按报价2440块给开山和开河各分1/3，船归开湖。2000多块还得凑钱。爹，放心，我来想办法。2000多块，咱们能凑够吗？今天咱们一天就赚了1600多，怕什么？再来几趟，钱不就够了？今天高兴，咱们家拿下大船，以后日子好过了。以后咱就不用和大伯、二伯他们排时间了，阿荣和阿成就可以轮流着，一人1天和爹出海了。爹，今天家里得到了这条船，有我的份吗？阿义呀，你这2天是勤快多了，可出海不是岸边讨海，那可是要经历风浪的。你连手抛网都没碰过，这突然要跟着爹出海，怕是吃不消吧？大嫂、二嫂说的不对。阿姨，你大嫂、二嫂说的也有道理，出海辛苦，你毕竟没有经验。你的小木船马上就回来了，就不要和你大哥、二哥争了，先锻炼锻炼，过几年咱们再说。说白了，你就是想占便宜。小木船你要，铁蹄船你也想要。我没想占便宜。行了，吵什么吵？先吃饭。阿姨，你先开你的小木船，铁皮船就不要惦记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爹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别人打上门的时候，大哥二哥在哪儿？现在有好事了就让我靠一边，不是没事吗？你这么能打的，何况我们是去叫人了，又不是跑了。我不争了，我吃不下了，你们吃吧。哼，这可是这次打架有了功劳了，还不依不饶了，开始要挟家里人了，这和流氓有什么区别？行了，人已经走了，说给谁听呢？阿义为这个家拼了命，到头来连一句公道话都换不到。大哥、二哥，钱都在这儿了，你们点点。
老三，你家义这次出力不小，怎么没来？转悠了快2个钟头，就这点东西。今天的运气好像用光了。去红树林碰碰运气吧。又转了2个钟头，还是没什么收获。这点东西拿回家清蒸吧，卖也卖不了价钱。爹，你过来了。刚梁村的老于过来了，说是他家的小木船回来了，现在就可以去开船。好，那麻烦爹和我去趟沙梁村吧，我也不认识门。爹，你不用多想了。我知道我以前混账，大哥二哥两家其实一直都看不起我。您和我娘也早早的就在内心放弃我了。您也不要先忙着拒绝，我还是能感觉出来的。自从我大舅哥来的那天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不能再这样混账下去了。所以这10天我努力干活赚钱，但10天可能还是有些短了，日久见人心吧。你不要怪我们就好，你大哥二哥也不容易。他们依然是我的大哥二哥。开壶，开壶！好，先进门喝口茶，我收拾一下，咱们这就去码头。别看是2手的，这船结实着呢。海洋之星检测到宿主拥有一条小木船，开启被动技能发运加成，海运加成10%，开启被动技能海神的祝福，当前等级1级，身体速度提升10%。大男主的感觉终于有了。阿姨，你回来了，船开回来了。开回来了，停在咱们村的码头上了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就先去把做好的2排地笼先放了去。明天早上出去，先用手抛网捕鱼，回来再收地笼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第一条船，第一个5000计划就从它开始。还挺重，这是碰到青苔鱼群了。小黄鱼，1、2毛1斤，这一网得有100来斤。600斤小黄鱼，加上之前200斤，这一趟值了。来都来了，还是去看一看吧。这是月亮岛，前世来过的岛。阿姨，你不是就去放个地壶吗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吓死我了！强哥，快帮我拿几个筐子，我带的筐子不够用了。阿义，听说你整了一条小木船，第1天出海就有大收获。也不算大收获，碰到小黄鱼群，手抛网拉了几百斤。小黄鱼860斤，轻看鱼165斤，一共151块1毛5。我还以为能卖不少，结果就这么点啊！你半天收成抵别人拖网1天，已经很厉害了。你不是总说我是妈祖娘娘的干儿子吗？嘿嘿，我盼你多收获，你吃肉，我喝汤。强老板说笑了，谁的家底能比你丰厚？收网计划需要本钱，这些钱刚好够收1批破渔网。我出去一趟，晚点再回来。阿姨，你回来了，这推的是什么东西？收了40张破渔网，2毛钱张，都是村人。渔网的事儿别告诉任何人。明日我去孤岛筹备，晚点归来。别太晚归来，夜里风浪大，注意安全。放心，睡吧。2个小时航程必须稳住，天亮前务必抵达月亮岛。这座无人瓜岛就是我翻身致富的绝佳锚地。终于抵达目的地，今日先把桩基全部筹备完毕，50吨木桩足够打底，后续逐步扩建渔场。连续劳作许久，腹中早已空空，饿得浑身乏力。约莫11点多，先捕鱼生火充饥，
休整再继续。鲜鱼补腹，刚好恢复体力。可惜潮水上无法打桩，岛上资源丰厚，夜里做弹弓，明日再来猎鸟增收。开局直接爆网，海运加持果然名不虚传。20张地笼满满干货，今日渔获价值远超平日。我今天收了快100张破渔网，大嫂二嫂都来卖了。你没说漏嘴吧？你的小嘴最紧了。3年，科考队，我只剩3年了。拖网卖了31块钱，够咱家嚼用一阵子了。你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没正形。等赚了钱，先换一张新床。甜，凉了也甜。千万要小心。就是这儿，3年够我翻身了。不能一个人进去，帮手，我需要信得过的帮手。准头还在，手感还在，手感还在。底皮生物这么多，难怪鱼群跟着潮水上来。前世，船老大只让他2个兄弟和1个侄子进洞，3000块。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，还不到时候，没有帮手，贸然进去就是找死。帮手，我大哥二哥。现在水下正热闹着。你自己在孤岛上，千万要小心。当时应得太轻了。进来了，都进来了。等潮水退去，等渔网露出水面，一条条捡进筐里。床的事儿再等等，先买辆板车。不是风，是冷。就是这里，前世船老大守了3个月的秘密。外面守着。那种神器，我套了整整1世。屠夫鸟，肉太少，不值1颗石子。酸是酸了点儿，但解渴。
这边不行，暗流太急了。零下5、6度，质地不高，天然冰箱。还没到头，这洞到底有多深？洞内常年保持零下5度，中国东部沿韩海几许线的地质观。残岛、鸟岛、月亮岛是后来改的名字。我脚下是一座地质奇观，那种神情，我现在读懂了。再探，火就不够用了，只能在黑暗里摸出去。等渔网收了第一批鱼，等帮手有了着落，等我有足够的光、足够的绳子、足够的时间，先买板车。冰潭尽头到底藏着什么？满的。像握着一台发动机。没时间挑拣，没人去挑拣，开口系紧，拖回去，再回来。操！离要害太近了。不放血的张红，肉质会发腥发暗，卖不出。少说100斤，这一条顶之前好几天的收成。拉轮爽培龟，1.2米，30-40斤。26个筐，全满了。8个麻袋，够腾6个筐，刚好装完最后几张网。全是雨，饿。
快回买！说啥？你说啥？这新鲜程度不像隔夜的货。你那条小木船夜里出不了海吧？黄老板，先说说价格。要是价格不合适，我就送到别的收购点。我操，这么大一条张红，还有一条大拉轮，小兄弟，你这是端了龙王爷的老窝啊！小炸鱼、石头蟹，我这里照相全收，我照单全收。板车，多买些筐，多买些麻袋，还得带到铁火锅上倒，带盐和调料。下次不能再啃没滋味的烤鱼了。